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想和你做朋友，还是成为恋人之间的关系呢？那这次的话是在暧昧，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恋人之间哪一种的关系呢？那我们来一起来看看说他的外在行为和他内在想法又会是如何。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第一组星星牌，中间第2组女祭司，右边第3组女皇。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若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按暂停。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1组星星牌组的朋友，那么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其实你们一直以来这段关系里面，你们都只把对方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刚开始你们相处的时候，你们就有对你来说就是会已经有一种一见如故，或者是说在身上的话在对方身上你会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熟悉的感觉，甚至你和对方相处的时候，会仿佛好像就像是遇见了灵魂伴侣，又或者是在双生火焰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一开始其实你本来没有想的那么多，所以你在和对方相处的时候，你通常会是比较做你自己，或者是说你会依照你可能想要和他相处的方式，在他面前展现出你最真实的个性。所以开始的时候，你只是把对方当成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朋友，或者是说还蛮聊得来的人。那并且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没有特别的想要去关注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是你和对方相处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抱持比较像是朋友的心态，或者是说是一个还蛮聊得来的人，又或者是和对方相处，你会比较不会去刻意想要去安排，或者是说刻意的有一种巧合，就是会不自觉的常常你们两家好像就有一种莫名的缘分。好像讲到话的时候就容易会讲到同一个观点上，或者说两人之间的想法容易呢就会相处，就是说容易会在同一个想法上，就是说好像彼此之间就是已经认识了非常久，然后也是好像就算只是刚认识，好像是已经认识了很久一段时间，两之间是非常的熟悉的。那就算你们俩之间是没有想要刻意的安排在一起，或者是说也没有刻意的想要让这段关系拉近距离，但是还是常常会有一些外在的因素，或者说某一些的缘分又把你们俩之间给拉近距离了。所以有可能呢，本来是一个陌生的2个人，那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共同的伙伴，拉近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我们本来就是非常的就是说两人就是确定没有共同关系的朋友的话，那么就是你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就把他当成像是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开始你其实对对方你是没有想的特别的多，你也没有想要特别的去说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随着时间日渐相处下来，或者是随着2个人之间的相处上越来越融洽，越来越舒适之后，渐渐的在关系里面产生了更多的依赖的感觉，或者是说产生了很多让你觉得是值得信任的一个人。但是呢，对于你来讲的话，其实你渐渐的开始会有点担心，或者是会害怕会完全失去掉他这个人。所以其实在你的心里面会有一种比较复杂心情。对你来讲，他既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也是一个你非常喜欢也是非常在意的对象。有时候你还是会扪心自问你自己，究竟你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情。所以有时候你自己也没办法非常肯定你是
完全爱他的，或者说你只想要当成他的另外一半，甚至有部分的人的话，你们会非常担心会完全失去掉对方。所以如果说对方真的比较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或者是你跟对方是没有办法当成恋人的话，那你们还是会希望呢，可以跟对方继续保持在朋友之间的关系。可是你也会担心，如果说让对方知道你喜欢他，或者说你对他是非常有好感的话，那么他是不是就会选择离开你们，或者是说会跟你们保持距离？这是对你们来讲的话，是还蛮让你们觉得比较难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跟情形。然后其实你们这段关系有一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是在共同的工作的领域，或者说两之间其实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在金钱上的纠葛，或者是说两之间应该算是属于在共同的社团活动里面所认识的这段关系，所以两之间还蛮常会有人来帮助你们，或者说会想要去拉近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别人拉近你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只是保持着好像大家可以认识看看，并没有说一定要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你们俩之间渐渐开始你对他产生一种好感，只是你有时候真的还蛮担心，或者说蛮害怕自己会失去掉对方。因为其实对方对你来讲的话，是会对于你很多事情上面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存在。那么其实你们平常在一个这样相处的状况下来的话，就是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对方跟你相处的话，你会认为其实他还蛮有诚意，甚至呢有时候他也是真的蛮照顾着你们。那并且如果说当你们可能觉得生活中是真的很需要他的帮助，例如说像是金钱啊，或者是搬家，或者是在工作上需要有人介绍，需要有人帮助你一把，又或者是可能你想要找打工的机会，想要找工作的机会，或是你要签合约，不管是属于在哪一种生活或是工作上的情况，其实对方他都会很乐意的想要帮助你，或者说很乐意的想要让你感觉到说是有他在的话，你可以非常的安心。所以其实对他来讲的话，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这个部分，他会很看重你们这段关系，所以你会开始渐渐的觉得这个人是非常的有依赖的感觉，甚至他在他的工作领域上面是还蛮值得让人可以信服的。其实通过牌面上的话，并不一定代表他工作上是很顺利，或者是说他身边的同事对他很好，只是在对于你来说的话，你会觉得他的专业的领域上面是让你感觉到他是非常有魅力的，甚至呢他所学会的东西是你可能比较不熟悉，是你能够向他做讨教，并且他能够给予你一个还蛮专业的回答，或者是他这人本身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愿意可能多请客，或者说多花一点钱在你身上，或者说他会多愿意花一点时间陪伴着你们。所以你开始渐渐就会觉得这个人他不仅对你很好，也容易让你可以找得到他，甚至他也愿意在你身上花很多的钱。所以你开始会渐渐觉得说这个人其实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很成熟、很可靠、很靠谱的这样的状况。但是当你们关系，当你想要越拉越近，或者说你开始对他产生一种绝对的依赖感，或者是当你希望自己可以受到他人的呵护，然后可以受到可能他在对于我们这段关系一个很在乎的心情上的表现的话，当你想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证明，或者说你希望对方可以为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们关系就开始会出现裂痕，或者说会开始找不到对方，或是对方开始会对你有一种比较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可能会比较少，但大部分都是对方不太会去理你们。比较多有可能是他就会不读不回，或者是说你反而想要打电话给他就去挂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居多的人。因为就是对方来讲的话，他跟你相处，他其实他很愿意帮助你，并且他也很乐意的想要跟你相处在一起，但是他还是会想要保留他自己一个私人的空间，并且呢，其实他这个人是本身很喜欢照顾别人，但他却并没有很喜欢安慰别人。所以当你越想要去证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存在，或者说你在他心目中有多重要的话，那么对他来讲其实这一切都是多余的，甚至他就会开始想要跟你保持这种适当的距离，就是他会希望说他的生活不仅不想要被别人给参与，或者说不想要被别人给干涉，甚至呢他会希望很多事情是能够在他的掌控之中。其实对他来讲，他不希望很多的事情发生是一种突然的，他希望有人可以事先报备，或者说有人可以事先让他知道整个事情的原委，然后再让他去做决定，或者说再让他去是不是要
从旁协助。就在你们之间相处的过程之中，你会渐渐感觉到这个人他虽然很让你值得依赖跟依靠，但是有时候他的个性上面就会让人觉得是比较固执的，或者说比较难以去沟通的，甚至呢他好像不太愿意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多做点什么，或者是就是说他比较不愿意去安抚到你的心情，甚至他也不太会去理解你的一些想法，就是你们俩之间有时候在观念上面有分歧的时候，或者说想法上不同的时候，他就会很坚持他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说他对你的观点虽然很尊重，但他也不会想要特别多做什么，或者说他也不会想要特别的去关照着你们这段关系，然后就礼让着你们，不会，他会以他自己为主，并且会以他自己所认知的那种想法继续执行下去，或者是说那样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当你越想去改变这个人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反而会越不去搭理你，甚至他就只是当成耳边风，就是左边听右边出，然后就是不太会想要去做特别改变，除非这件事情就可以对他来说有提供给他一些还不错的利益上的关系，或者是说是真正的能够帮助到他，让他自己去评估，他觉得好像你提供的这个资讯是确实是能够让他觉得有所改变的，那么他就会想要愿意去接受这段关系。但如果说没有的话，或者是说只是你个人单方面的认为，没有任何的根据，或者说可能跟他原本习惯不相符，那么他就不会，他这个人就是固执嘛，那他的习惯其实也不容易去改掉，他既有的观念既有的思想就会已经把他这个人给定型住了，除非是真的能够带给他点什么，那么他才会考虑看看说是否要改变。那当真的他决定要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想要贯彻始终，但更多的讯息就是说这个人他也不太主动去向你做请教，比较多像是你们俩之间在聊天的过程之中，是你提出了什么样的事情跟观点，那么他才会跟你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人跟你相处，你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像是一板一眼，那对你来说可能会真的非常困惑，到底对他来讲话是有多重要，到底是他有把你放在他的心中吗，还是说他只是把你当成一般的朋友。这个对于选到这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非常大的一个困惑点。好，那继续往下看他的内在想法是什么。看到说其实在他的内在里面想法的话，他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跟你相处的话，他确实是真的还蛮怕会去伤害到你们的这段缘分，或者是说他会比较不太敢去面对到对于说这段关系上面他必须要去做抉择，或者说他必须要去和你说出他一些在内心中真正想法。其实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刻意的去隐瞒他内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就是说他最真实的那一面，或者他对每一件事某些事情上面他特别在意的事情上面，他基本上不会让你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他所认知的观点是什么，或者是说可能会去伤害到你们这段关系的之间的情谊的话，那么他也会想要去有所保留，他就是会去担心说会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同时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其实他在过往可能面对于人际关系上面的话，他有很大的困难，或者是说他在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跟相处，其实他会比较没有办法去掌握得非常的好，反而跟对方相处呢就会比较多像是去顺应着对方的情况，觉得他是在渐渐的才最近开始想要去尝试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这个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话，多少还是会有一种保留，因为他本来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不喜欢跟别人有争执，或者说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他这个人本身会比较担心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状况。所以这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特别的留意到说，如果说你在跟他相处，然后你所做的一些事情是属于反社会型人格的事情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就会觉得有种惧怕，或者说就会对你的分数可能会稍微有点扣分，因为他会希望说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或者说他的想法是能够符合到所谓普遍社会大众的。所以当他可能遇到感情的情伤，或者说可能被别人给背叛，或者说可能被别人给否定的话，那么他就会比较像是暗自疗伤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想说，那他下一段感情那就是要从中学习他过往的错误，然后之后找个更适合的人。所以这种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一直以来
都还蛮受同性之间的欢迎。那还有就是少部分的话是比较受异性的欢迎，但是更多比起异性来说，更多同性是跟他告白，或者说跟他有一种示好的。但他自己本身可能在对说是否要接受同性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会比较是有一种抗拒的心态，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希望说可以把它隐藏起来，他不希望让很多人知道。如果真的有的话，他也希望说就是自己，除非他这样去拒绝一段关系，他才说我就是不喜欢同性。那如果说你们是本来就确定是异性恋，然后你确定他就是喜欢异性恋的话，那么就最好是你要符合到所谓他在挑另外一半的那个所谓符合社会大众的条件，比如说就是要能够会煮菜，就是能够煮饭啊，然后能够炒菜，是能够做料理的，或者是很会做家事的，或者是很温柔的，或者是很大方的，或者就是有点像是所谓的杀猪主义吧。但反正就是说，就看现在时代上面会对说，可能身为另外一半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基本款的条件的话，那么就是你必须要有符合这个，那么他可能才会多为你多考虑一点。但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符合的话，连基本款都没有符合，那么他就会觉得好像这人其实不太 OK 的。所以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通常就会对自己他会想要多照顾你，然后他也想让你知道说，其实他是真的蛮珍惜你们的这段关系。只是有时候他有发现到，其实你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好像是因为他而起，或者说是因为他可能说了什么，或者说他做了什么，导致说让这段关系可能会有出现一点的摩擦。那这对他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是一个还蛮大的压力，甚至有时候他会认为跟你相处的时候会比较需要动脑，就是他没有办法很在乎的做他自己。不过至少当你可能真的需要有人安慰，或者是说真的需要有人帮助的时候，那么他还是会很乐意的去帮助你们，或者说还是会很乐意的想要去照顾到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因此呢，对他来讲的话，你们这段关系的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有时候你们真的可能要去蛮在意，或者说要去特别留意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他再怎么会隐藏，终究还是会有露馅，或者说有露马脚，因为他有时候还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可以和谐的，所以就会去刻意的隐藏他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说可以多了解他，或者说可以去拉近你们之间距离，对于说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很主动的去攻破他的隐藏，因为他就会发现说，原来你有特别的了解到我，或者是说原来他也是值得有人可以依靠的人，不是只有他去照顾别人。其实这种人他心中是还蛮孤单的，因为他都要去照顾到别人心情，却忘记了他自己也是需要被别人给照顾的。所以才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因为就是太过于在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情谊，所以就会不小心忽略掉，其实他也是有需要情感上的一个需求，无论是友情啊，或者说爱情，或者说亲情里面。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应该在对待身边的就是说对他的长辈的话，基本上算是还蛮孝顺的，或者是说是还蛮对于说长辈的部分是真的还蛮尊敬的这样的状况。然后再就是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你对他来讲是非常有魅力，所以他也会很想去多认识你们，或者是说他也会希望去多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们的至少在你们的外在来说是有符合到他的条件，或者说你们穿衣服的品味也是有符合到他。那甚至呢少部分就是其实对方他觉得你们俩之间是真的还蛮有缘，然后他对你其实是有产生一点点的化学的反应。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上就知道说，其实对方对你的感觉或者说对你的感情，其实在爱情的部分的话是并不深的。那我们如果说先撇除掉所谓那种一见如故，或者说他对你还是有那种爱情一点点成分在，就是那种非常有感觉的话，那大部分来说，因为前有提到他可能对你的外表，或者说你的穿着品味是觉得你很有 sense 很有品味，然后就是会特别被你给吸引到，那他可能就会希望说可以跟你有一些在床上肢体上那种亲密上的互动，他其实有时候心里也会有这方面的想法。不过就是因为其实他这个人会比较注重面子，所以呢他也不太敢把他心中真正想法说出来，所以他有时候跟你相处的时候比较像是他除了照顾你的这样的
外表的个性展现出来之外，那其他也是因为他比较不敢爬心里面对于说你的想法对你的感觉明确的表达出来，除非你真的一直逼问他，或者是说你真的让他感觉到你太有侵略性了，那么他反而就会想要跟你讲清楚，或者说想要透过一些言语之中来让你知道。但是当让你知道的时候，他又很担心你会不会离开他，会不会失去他。所以因此呢，在关系里面的话，他就会开始渐渐的比较像是说保持在一个暧昧上的程度。所以其实选到在座的你们应该都会一直处于在一个暧昧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对方他不想要失去你，他也不敢失去你，同时他也不想要就是不想给你一个名分，所以就会一直保持在一个暧昧的一个情愫在。那如果说你们真想要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喜欢你的话，那么很可惜就是他确实没有喜欢你，他就是把你当成是一个像是朋友，应该说像家人跟朋友之间的这个存在。所以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确实觉得很开心，然后觉得很快乐，也希望这段关系可以继续的长远，可以继续的长久的走下去。可是在对说爱情的话，他曾经确实他有想办法，或者说他有尝试着想要去投入，或者说想要去探索到底他对你真正感觉是什么。但是随着日渐相处之后，或者说我们俩之间每一次能够很放松的做自己，然后相处的那种哈哈大笑啊，或者说两之间相处是很快乐的时候，那么他有开始慢慢的去发掘，或者说慢慢的去了解到说其他对你的感觉是很难再更进一步的，或者说很难再往上一层楼，所以就会一直维持在一个暧昧的状况。所以你们一直如果说想要希望有一个明确的名分的话，那其实这个人通常不会给你们。那同时在关系里面的话，他也是会希望说是由他来去掌控着这段关系的这个发展跟进度。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开始去符合到他所谓的外表的条件，比如说他喜欢，比如说对方是女生，那可能喜欢粗壮型的，粗犷型的，有腹肌的，那你可能就要变成粗犷型的，然后有腹肌的。但如果说你是本身属于那种弱小啊猪身型，那可能就很难可以吸引到他，那么这段关系可能就会很容易就结束，或者就是维持在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就是跟这个人，如果说你要继续跟他保持着联系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跟他保持在一个金钱上利益的关系。那么通常就算你的外形再不符合，他再不怎么喜欢你的话，他也是想根据保持一个联系的状况，因为他认为其实你是能够帮助得到他从你身上是可以找到他是被存在的价值，或者是说他是也可以被别人给照顾的这个价值。这是另外一个很微小就是的讯息，就是如果说有利益上的关系，像是金钱或者说工作上合约的往来的话，那么他就是确实会想继续的陪伴着你们，但是他待在你们身边是甘愿的他也没有到不愿意，或者说也没有想要到去骗你们的钱，或者说想要去利用你们，这个是比较少部分。当然如果说这样的利用还是会有，但基本上就是跟这人要保持所谓的联系，他一定不会离开你的话，就算再怎么吵他也不会离开你的话，那么就是要跟这人之间有利益上的关系，他再怎么样就是一定会去找你们，会跟你们一直保持着联络。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在主牌中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女祭司牌组的朋友，那么在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你们还蛮多人，大部分来说这段关系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分分合合的人是居多的，或者是说在关系里面是很常你会感觉到你是被对方给利用，或者是说对方好像都一直有带着目的性的靠近着你们，或者是说少部分的就是你们在过去的时候有想要刻意的用利益上的关系去绑住对方，或者说你们想要用这利益上关系通常可能是指金钱，或者说你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你就会对他有一种情绪勒索的人。那还有一部分就是你们是不小心
跟对方本来都是一个固定上的那种床上的肢体的伙伴，那大家什么意思就会知道。然后就是你们可能开始渐渐的有晕船了，所以你们开始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会有机会，还是说你们终究只是彼此之间那种空虚寂寞的相互取暖的对象的人，也会有容易选到这一组。那其实在目前来看的话，你们的这段关系，你会很担心说自己所付出的真心，或者是说自己为了对方你付出了很多，可能你想要照顾他，或者是说你希望呢可以让他的生活越来越好，就算你已经舍弃了你自己，或者说你将自己的所有一切为他而付出，或者是说想要去照顾得到他的这些的部分的话，其实你在关系里面你做了很多的退让，你只是为了希望说可以吸引到他的注意力，或者说你会希望说他可以把他的专注力放到你们身上，可以放到你们的这段关系，并且他也会愿意因为看到你的怜悯，或应该说看到你那种楚楚可怜的样子，或者说是说你需要被帮助的那个样子，他就会产生怜悯之心，就会愿意呢多待在你们身边一点，或者说多花一点时间陪伴着你们，或者是说会多更加的想要关心着你们，就是说去促进这段关系。其实你做的很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想要去促进这段关系。那刚刚雅雅有感觉到一个比较少部分的讯息是，他是你们的众多的选项之一，或者是你们是他的众多选项之一，然后刚好你发现他，或者说他发现你，就看你们的一个情境的状况。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感觉上起来是真的还蛮复杂，但是情感上面是都一直很难有一个稳定的，就是因为当这段关系里面越认识越久的人，你们的关系你会觉得都一直没办法前进，就是会一直都卡在某一个关键点，然后就是可以很难再往下一步。然后同时也是因为呢，你自己本身在过往的感情史中都一直受到蛮多的伤害，或者是说你其实心里面是真的非常渴望遇到一个只属于你的爱情，所以你才会一直就是说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因为他能够带给予你在情感中或者是说心灵中一个安慰，或者是说能够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安定的感觉，所以你就会不自觉的去投入这段关系里面，就算对方可能真的没有做什么，或者说对方也没有想要为这段关系多为你可能照顾你一点，你也还是很容易会进入在里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俩之间可能真的还蛮好聊，或者说你们俩之间在相处上面，常常你会觉得有一种暧昧的感觉。那你一开始其实本来就有点防范了，或者说你可能就是也没有想太多，但随着时间在日渐相处之后，连自己已经投入这段感情、这段关系里面，你自己也没想到，是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了，我怎么会投入这段关系里面？然后你就开始有点难以自拔，或者说你开始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自己可能对他的感觉，你对他的感情，所以其实这段关系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可能有点小复杂，或者说你很难用一种像是一般正常人可能两人之间都单身啊，或者是说比较因为有人可能是婚外情，或者是说是第三者、第三方，或者是在感情里面是真的很需要有人可以照顾你的人的话，就很容易会有选到这一组，或者是说很难可以再往下一步去就是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步调中。所以关系里面的话，你会非常担心自己会不会错过，或者是说会误判了一切，你对对方感觉你其实一直还在拿捏，还在去探索，究竟你对他感觉是好朋友，还是喜欢，还是说你还是会希望有可能如果对方真的不喜欢你的话，可以跟你明讲，或者是也不要让你们之间这种关系有一个暧昧，然后他也不想给你一个名分在。有一部分人就是可能你们曾经跟对方要名分，然后对方也不太愿意想给你们，你们又开始默默的或是说傻傻的继续在那边等，所以也可能会容易选到这一组。所以其实以他来看的话，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当你们可能真的想要去离开，或者是当你们感到很悲伤难过的时候，对方好像仿佛就像是一个
你的定心丸，他能够知道如何去安慰你们，但他也知道能够如何去伤害你们，这个是他一个还蛮厉害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你们对他就是那种又爱又恨，因为他被你伤害之后，他又知道该如何去安抚你们，所以这段关系常常会有一种在起起伏伏的感觉。有时候对方究竟他没有刻意的想要去伤害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但是对方他有时候所作所为也会无意间去伤害着你们，那这时候你们可能就会觉得很纳闷，究竟他是故意的，还是他是不小心的？可是以牌面上来看这个人他是故意的，让你们的这段关系不要发展的太快，也不要靠得太近。可是如果说你们是属于那种床上肢体那种亲密接触的伙伴，或者说长期床上合作的伙伴的话，有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很纳闷，到底他对你有没有晕船，还是说只是你一厢情愿？其实以讯息来看的话，更多就是他很享受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所以究竟要不要再更进一步，我们要看后面的解析，但至少就是说他很享受，所以他希望可以继续保持着有你们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你们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利益上关系，或者说你跟对方就是有一些在金钱上的往来，或者说你确实有能够帮助得到他这部分的话，那么他也会很享受。但是他这个人本身也不会去完全想要去从你身上吸取，他有时候还是会适当的回馈给你们。所以特别是在金钱工作上的这个人的话，他其实面对于你们，他会比较希望说可以跟你们长期的发展，或者是说可以跟你们继续的相处下去。所以当你们可能真的有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还是会很愿意的帮助你们，然后他也不会想要一直刻意的去吸你们的钱啊，或者说想要你们去做什么投资。其实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还是会感觉得到说他是有诚意的，因为他确实他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是希望说让你感觉得到你对他是有魅力，然后他也很看重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往个更深一个承诺的方向去迈进的话，这个对他来讲，这个是现在他还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他现在也还没有想要这么做，所以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两件事真的还蛮有距离感，然后他也是会有点刻意的想要去跟你们保持距离，或者是比较不愿意讲出一些甜言蜜语的话。因为是这个人他并不是不会说，他只是看心情说，甚至他有时候只是不想说。因为当关系里面可能有存在着所谓暧昧的氛围，或者是说有存在着一个感情中那种甜蜜的氛围的话，他就会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甚至他会希望说关系里面如果说真的发展太快，那么也是不是真的很快就会结束。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或许是因为他可能过往的感情史中他也有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呢他会没有办法去信任到每一个人。那究竟他是感情史还是原生家庭，我们后面再看看塔罗牌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出现，但至少就知道说对他来讲，把能够握得住的东西才是他所想要的。如果说是握不住的、看不到的，或者是他无法掌握的，或者是他没有足够的经济的状况，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回报给对方，那么其实这段关系或者说这样的缘分他也不会去强求。所以其实这个人通常有时候在面对于感情的部分的话也是蛮顺其自然的，只是你们有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跟特别留意，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人他的言行举止那么容易伤害到。因为他其实有发现到说他有一些行为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做，但是他就是会不自觉去伤害着你们，然后或者是说会不自觉的一直去试探着你们到底有多少的耐心能够投入这段关系里面，或者是说你们会花多少心思去经营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那么他就是会去这样子去探索，然后去测试，就是他会不自觉的啦，这也不是他自己想刻意这么做的。好的，我们来去往下看接下来的讯息，有没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帮助得到你们了解到他。那么接下来可以知道说，其实在他的内心之中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或者说对于说你们的想法的话，其实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些比较难以去跨越的事情。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在过往之中，或者他原生家庭里面应该是有被他的原生父母给家暴，或者是说
他的原生家庭是真的对他没有到那么的好，或者说他可能从小的生活是属于比较困苦的，是比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幸福，是比较难以去让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个生活，一个原生家庭的状况。那还有另外讯息就是说，有可能是他现在的他现在的原生家庭可能也有出现一些的情形，所以导致于说让他的性格上面有一点扭曲了，或者说开始变得有一点比较封闭，会比较是会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他的个性可能本来不是这样子，是因为受到一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居多才会造成的。然后再另外讯息就是说，有可能这个人这个比较少了，就是他可能过往的感情史中，他很难可以遇到他喜欢上对方，对方也喜欢他，比较多有可能是属于在一个单恋的状况，或者是说一段感情里面是很难可以往比较持久的方向去迈进，因为其实他自己是真的很渴望有一段婚姻，或者是说可以有一个人愿意有一辈子陪伴着他，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虽然一直以来可能就是有部分的人，如果说他是真的曾经有被家暴，或者说他的原生家庭是真的不善待他的话，那么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看重所谓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会希望说他跟他的表兄弟姐妹啊，或者是说跟他的结发的夫妻是能够关系非常好的，所以通常他会希望说有一段关系是有一个明确的，并且是一个幸福的结果。如果说一段关系里面是让他看不见未来的，是没办法让他感受到他自己也是能够被有所保障的话，那么他就也不会想去投入，他就是会很容易的他就会想要选择去放掉这段关系。所以因此呢，对他来说，你们这段关系，因为他曾经过往，或者他一直以来可能面对到的是比较让他感觉到很难受，或者说让他感觉到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把握得住的，所以在面对你这段关系，他会比较倾向于说彼此之间顺其自然就好，或者是说他对于这段关系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心思跟想法想要去投入，比较多是两人之间就是保持一个开心就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会蛮在乎这段关系里面两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或者是说是不是不会约束到对方，或者是说是不是也不会去刻意的改变他，因为他是希望说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人，但是有时候他会因为自己过往的生活中或者说经历是让他感觉到不幸福、不快乐，或者是没办法找到他自己，所以呢，他就会有时候有一种比较逃避的心态。但他这逃避的心态的话，并没有想去伤害到任何人，所以如果说当他逃避的心态出现又伤害到你的话，他反而会对你表示很多的歉意，或者说反而会想要去挽回你们。但他这挽回的话只是仅限于在说挽回你的心情，但你的这个人或者说你的喜爱，你的对他的喜欢程度，他不会想要去这么做。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所谓的挽回是有不同的感情的层面的存在。然后这个人他容易会把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框架就是会框住他没有办法跳脱他的思想去面对到你这段关系。所以有时候当你可能在讲话的部分或者你的想法上可能太过于跳跃，或者说太过于前卫，又或者是你刻意的想要去希望说他能够做点什么时候，他通常很难可以去理解到你的用意，甚至他有时候会比较不知道说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所以两之间有时候可能容易呢会有这方面的一个争执跟争吵。然后再来就是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会乐意，或者是说他也会愿意想跟你们可能出去走走啊，或者是去旅行，但是他会比较希望说两人之间的旅行的话是能够就是说不要一定有完整的规划，是可以无目的的，就是那种随意的随性的，因为他这个本来就是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之中，他就不希望自己是被绑住的。如果说真的要，也是希望说是由他自己来去控制，或者说由他自己来去做决定。所以有时候他会有一点刻意的跟你们情绪上勒索，或者说他有时候也会去看看说到底你们有
在乎他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去愿意为了他退让出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只是因为他在面对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也会担心说自己是会被你给抛弃，或者是说跟你相处之后，他愿意相信你之后，你是不是反而会想要跟他分离啊，或者说你是不是有一天也会离开他，所以他反而就没有办法把他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投入在这里面，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比较保留的心态。其实你自己也感觉出来，只是你需要有透过塔罗牌，或者说透过占卜，或者说透过其他人的口中来告诉你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刚好你选到这一组的话，就是塔罗牌想要透过应该说宇宙想要透过塔罗牌讯息，就让你们知道就有这样的一个他的状况。然后再就是在你们这段关系会蛮恭喜你们，就是对方他确实是对你们有好感，他确实会喜欢着你们，甚至他也希望说可以多了解到你们，所以他也跟你跟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那个当下是很享受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这个人他对于你们之间的因为说你自己本身可能喜欢上什么样的类型，或者是说你的感情观、你的家庭观，就是他所在意的那些的观点，对他来说，他就想要去试探，想要去打听你的想法，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想过怎么样的生活。不过这个人他有时候会有一点坏的，就是他会问很多次，然后他会分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再问你一次，或者说透过聊天就是换另外一种方式问你，就是他会想要去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骗他，或者是说你到底是不是每次都说的是真心话，还是说你是为了符合他所期待的，符合到他所想要的，然后就说出了一些就是与事实愿违，或者是说跟你内心之中真正想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对你确实有好感，确实有喜欢，但是来咯，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在每次跟人相处的过程之中，虽然他是喜欢你，但是他就是或许因为他在面对感情是有这些的伤痛，或者是说是有这些比较没办法放下的，所以他就会跟你保持一个适当距离，就是他还没有那么快的想要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或者说明确的关系上的一个名分在，他反而希望说两之间就先暂时保持在一个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还蛮长，如果说他发现到对你的感觉是有点超出他的预期，或者是说有一点超出他可能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喜欢的话，那么他就会开始想跟你保持距离啊，或者是说跟你之间互动，你就感觉到说他好像有点冷淡。其实并不是因为说他很忙，并不是他真正的忙，而是他想要跟你们保持距离之后呢，让他自己稍微冷静一下，因为他其实蛮不希望说让自己再重蹈覆辙，或者是说其实他真的还没有办法从过往的感情史中过往的感情伤痛中走出来，所以他现在是在一个慢慢疗愈的阶段。那不偏不倚，就是其实这个人他目前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其实他真的还蛮重视，然后他也很享受跟你相处的每一刻的当下，只是因为对他来讲，你们之间关系如果说你们是远距离的话，跟这人之间一定会分分合合很多次，甚至很难后面跟对方之间相处的话，会渐渐的开始越来越少联络，偶尔还是会，但是你们又会很在意他。但如果说你们是近距离，或者是说你们一定会偶尔时间会见面的话，其实这段关系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能够有结果的这个几率是还蛮大，只是在关系里面之中，他现在其实还没有想要去做决定，然后他也还没有想要去特别他是珍惜，但是还不会想要去特别回报你们可能对他的好。所以对于说这个人的话，如果说你们之间是能够一直都保持着实际上面对面那种交流，而且面对面之后两人一定要聊天，不要各做各的因为面对面聊天，然后聊共同的喜好，反而是能够让他的心思或者他的思绪开始就是被你就是会迷上你，就是他会失去掉他的冷静，他的理性。其实这个人他是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只是在面对于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他还是开始渐渐希望说由理性去控制他的感性，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激起他的感性，这样子就可以成为恋人，这个几率会慢慢的往上增加。所以在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要开始慢慢去把握住跟对方相处的机会。那如果说你们是远距离的话，
洋洋会认为啦，除非你们真的能够到对方的城市，或者说你们是真的很能够的创造两之间共同的兴趣喜好，然后能够常常约出去，要不然基本上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换下一个对象会比较好。所以这就是在两个可能关系上面会有个不同的关系，那解释的结果可能就会不太一样，让你们可以做参考。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在主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女帝牌组的朋友，那么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你一开始对于说这个人或者是对这段关系，你本来是没有想的很多，或者是说你跟对方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是非常的能够做你自己。其实有时候你现在回想起来跟你过去对方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以前可能会有一点白目，或者是说会有一点常常会不小心的惹怒到对方，或者会让对方有一点不开心，就是说跟你们现在的自己跟他相处的这个方式，跟他之前你们跟他相处的那种刚认识的那种方式，其实会有一种很大的落差跟完全不太一样。所以你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是非常能够做你自己，然后你是用你自己想要去对待他的方式跟他相处，所以呢，经常在关系里面的话，过去你是不太会去重视到他的心情，或者说也不太会去重视到这段关系可能如果说跟他相处不好，会不会给予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原本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是觉得还蛮轻松的，甚至还蛮自在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虽然你有时候会蛮常会好像有惹怒到他，但其实对他来讲，他给你的反馈的话，他好像就是跟你相处就会觉得很快乐很开心，反而并没有去变成说你去惹怒他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就会让你们这段关系两个人之间会越来越靠近，然后会有那种好像两之间就已经认识了很久的这种感觉，所以会还蛮去信任彼此，或者是相处那种感觉跟氛围是蛮不错的。然后再就是这段关系里面，因为在你对他的感觉开始，你渐渐有感觉到说好像有一种暧昧的氛围，或者是说你开始跟他相处之后，你开始觉得能够越来越做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你渐渐的会想要去做一点变化，或者说你跟他相处那种态度会跟以往来看的话会变得有点不太一样。所以那种相处的状况之后，你越来越会期待能够每次见到他，或者是说开始会想要去改变你自己一直在跟他相处的模式跟风格。所以在你们之后的这个相处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反而会变成是说你一直很用心，或者是说你一直想要去多接近他，然后开始会不自觉的去期待每次可以见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这个转变你一开始是没有发觉到的，所以对你来说，这份感情或者说这份关系来到你的身边，或者说当你发现到你喜欢上对方的这件事情，是在一个不知不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在一个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所发生的这样的情形。所以其实这段感情对你来说算是有一种措手不及的那种你喜欢上对方。那其实当你可能开始决定是不是要投入这段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其实想的非常的多，甚至你也会非常的犹豫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去投入这段关系，然后对方是真的值得你去付出。那在随着日渐久了之后，对方对你的态度，我们从牌面上的话，目前是还要看到之后的牌面的讯息。那如果说是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对方他反而对待你的态度你是猜测不到，甚至你也会开始不敢让他知道。所以你这段关系里面，你反而会是说在原地等他，或者是说你会
小心翼翼的去保护着，或者说小心翼翼的去对待他，他可能有时候会想要去关心你，或者说想要去确认说你对他态度是有点不太一样。那其实你也不敢去承认说你喜欢他这件事情。那少部分人就是很直接就跟对方讲说，我就喜欢你，那看要不要在一起啊？或者说就很明确让对方知道说你的心意，就是大概会有这两种比较不一样。那无论说是属于哪一种。你们就是在原地等，然后就是希望说对方能够多对你们好一点。所以如果说是你们就直接让对方知道的就是说你们这一群人的话，其实你们心里面反而会时常感觉到蛮煎熬的，因为你跟对方相处，你开始会有点绑手绑脚，或者说你开始会跟以往不一样，就是你会想办法想要吸引到他的注意力，或者是说愿意让他多喜欢你一点，或者说多愿意为了你们这段关系多靠近你一点，或者是多对你好一点，那就会可以想要去刻意的对他好的这样的情形。但是对方就反而会觉得说以前的你比较好，或者说跟以前的你相处他可以能够很自在很轻松，可是现在你反而会比较担心，或说会自己做了什么会惹他不开心，或者说会去让他去喜欢上别人这件事情。所以在对说已经有明确让对方知道的人，那如果说是没有明确让对方知道的这个你们的话，那么其实在关系里面你就会一样就是会绑手绑脚，然后就是一样不敢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那对方可能会想要多关心你一点，但是你开始有时候会有一种刻意跟他保持一点距离。这个保持距离并不是说你讨厌他，而是因为你不知道说你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那你开始就会用你喜欢他的心态去面对，但是其实你仔细回想起来，你过往跟他当朋友的方式，跟你现在喜欢他的方式，其实你对他的那种态度上面，或者说对他的那种相处的过程，你会明显的看到说，或者说明显的感觉到你的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其实连你自己会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就明明如果说用以往的朋友的方式相处，反而你会觉得无所谓，或者说你会很明确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但反而在现在的话，你会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跟他相处，所以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心情上的落差，或者是说那种心情上的矛盾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应该只有当事者才会比较能够清楚的感受到。好，那我来继续往下看，但是说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你会感觉到说对方跟你相处的过程之中，其实他是不讨厌你的，你也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但是你会觉得有时候他好像对待你的态度是有种忽冷忽热的感觉。这种忽冷忽热感，我们先来讲冷的部分。冷的部分就是说，对方跟你相处，他会习惯用以前的方式对待你，或者是说用他自己所想要面对你的方式跟你相处。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跟你之间相处过程之中，你会常常找不到他，或者是说他会蛮做他自己，或者是他会跟以前一样的方式对待你，他并没有因为你对他好一点，或者说你去有点流露出你对他的好感，你对他的喜欢，无论是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他对待你的态度就是依然呢是依照他自己的步调去做，或者是说依照他自己的步调去生活，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去跟你相处。所以因此对你来说就会觉得他到底有没有愿意接受你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还是只想跟你保持着暧昧，还是说他只想跟你继续着维持在一个表面上的关系，还是说他有想要跟你在一起。其实这个在你脑海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那确实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他还是会希望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相处的上面，他会想要做他自己。然后他这个人其实他在面对感情应该说面对说你们的这段关系，他现在其实也没有想的太多。其实你们对他来讲话会是一个还蛮有吸引力的。所以在讲我们刚刚提到忽冷忽热，前面是提到冷嘛，那在热的部分的话，那就是其实对方是能够他是非常的在乎你们这个人，甚至他会觉得你们这个人对他来说是非常的有魅力，无论是你们的外在条件，还是说你们的外表，还是说你们的身材，或者是你们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这都是有吸引得到他。所以因此在他的感受里面，他反而会觉得你这个人是蛮不错的，甚至他会很在乎跟你相处的这个过程。只是他会对说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他会想去投入，然后会想要多花点时间陪伴着你们，这都是一定有，他自己也有这么想。只是在关系中的互动，或者说想要更进一步的话，他确实现在他还没有
太过明确的想法，或者他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通常会是选择以一个比较保护他自己的心态。那少部分的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会认为你们这段关系带给他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因此他在面对于你跟你们相处的时候，他才会以他自己为主，或者是说他就不太会去考量到你们的心情，因为他觉得这段关系是非常非常有安全感，你们都会待在他身边，所以呢就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想要去就是说他不会去担心到说你们会离开他，所以他当然就不用付出太多的多余的事情，或者说多余的心思，但他还是会愿意想要去陪伴着你们，然后他还是想要去多了解你们的生活，想要继续跟你们维持在一个比较长远的关系。所以以他的这样态度来看的话，确实在你们平常相处的过程之中，他会想要继续的发展，然后会想要继续的待在你们身边。那究竟他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有没有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或者是说他的隐藏中的秘密跟心意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其实在他内心里面，他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或者是他的感受，他这个人其实他非常的过度的会去保护他自己，又或者说其实他是一个比较懦弱，或者是比较不勇敢，或者是他是比较难以去相信身边的人。其实他在对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他也没有讨厌你，甚至他也没有说想要去刻意的跟你保持距离，只是因为他自己在面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他过往的话其实应该受到了蛮多的伤害，或者是说受到蛮多的伤痛。这伤害的话我们可以分应该说不能分了，而是说有可能是你们之前你可能有讲到什么让他觉得比较难受，或者是说比较伤害到他自尊心的话，那如果说你确定没有，你都是好言悦色，或者说你就是很明显的确定你都是讲一些好话，你都没有讲到讽刺他的话呢？因为其实看起来是说你过往如果说你真的有点怀疑你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讲到伤害他的话的话，那就是看说你有没有讲出一些比较讽刺的话，会讽刺到伤害到他的自尊心，或者说伤害到他在对于可能生活中的他的事情上的一个判断的能力。这个并不是说伤害到你们，因为伤害到你们感情，因为是说你们如果说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伤害到他在面对说他可能处理事情的判断上的能力跟想法的话，那么他反而就会认为你们其实是有点看不起他的这个心情上的转变，这是一个比较细微上的感受，你们可能可以稍微回想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他过往的感情里面可能也有受到一个伤害，也就是说他可能曾经有被别人给劈腿，因为这蛮大的讯息，就是他有遇过被劈腿，或者说对方是有利用他，但是一开始他可能知道，或者说他可能也好像感受到，可是在随着时间久了，他其实本来是不想要去相信，他有感觉到这件事情，那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他开始愿意渐渐的去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就开始跟对方可能有争吵啊，或者是争执，或者说是还是决定要去离开他。所以在面对关系之后，他开始反而会去想要去找对方哪里不好，或者说去关注在对方特别为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他在面对关系的时候，他就是会用一种比较负面想法，会从0分开始慢慢的往上加，就是在爱情里面的话，有人会从100分慢慢减，那他这种人是属于从0分慢慢的往上加。那如果说越是要往0分往上加的人，就是会比较严格，因为会必须要完全做到他心中所同意的、所想要的，或者是能够去融化到他内心的那种人的话，那么他才会想要慢慢的去相信这个。那他这个人不是，就是因为他会用比较负面的想法，所以他过往的感情呢去伤害到他之后，他开始对每个人都会很有戒心，或者说会很有防备的心态。所以因此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他确实对待你一开始他会很表面，但是随着他对你的态度越来越对你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随便，或者说对你来说可能会有一种好像很难去靠近他，很难去联系着他到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他来说，他已经开始慢慢的去相信你，已经去熟悉你，已经会认为你就是不会离开他。那么关系里面的话，
他就会觉得好像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心思在你们身上。那其实他在对待你们对他好的这个部分，他本身就已经会有一种抗拒的感觉，就是因为他这人本身是不太习惯跟别人好，或者说不太习惯在一段感情里面是有点太过于黏 TT， 或者是说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人，他也不太会想要去跟对方讲清楚。他可能一开始会想要跟明确你们讲说他对待你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最后面他觉得你好像讲不听了，或者说你依然还要继续坚持下去，他就觉得没关系，那你就继续坚持下去吧，他就不会想要去特别的改善或者说去改变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再就是关系里面的话，他本身也不会想要去特别因为想要去把握住你们，或者是说想要把你们硬留在他身边，那么他就想要给你们画一个大饼，或者说跟你们讲明确关系这种未来。因为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其实他会有种刻意的想要不要让关系发展的太快。因为在你们关系之中，他会认为还有很多的盲点他是他是看不到的，然后他还是要去花点时间去理解一下他究竟对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究竟是不是真的很适合一定要在一起，还是说两之间其实是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多了解彼此。所以因此在关系里面呢，他会有点刻意，就是不要想要跟你继续的发展下去，会以维持在现状或者维持在原地停留就好。所以跟你相处的时候，当关系里面会比较更加的好，或者是说关系里面会有种快要靠近了，好像你觉得好像要在一起了，就有机会了，这时候他突然人又好像对你很冷淡，或者是说他开始好像人又不见了，又消失了，就是因为他会去仔细想一下，这个暧昧的氛围是爱情还是友情，还是只是一时的吸引力而已。就是他开始会有想太多，然后他就会往一个比较负面的想法，比如说应该只是一时的吸引力吧，或者只是他只是想要上你而已，并没有想要跟你谈感情。他会以这种比较负面的想法去想，但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想，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来去往下看，就是说其实在面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他确实一直都有很多的想法。那其实以目前来看，他会比较倾向于说让这段关系先有更多稳定的感觉，或者是说先能够有完全物质上或者说工作上或者是金钱上面稳固。所以如果说你们是真的认识了非常的久，这个认识久是意味着是要2-3年以上才算久，在对他来讲必须要是2-3年以上才算久。那2-3年以上的你们的话还没有一个结果，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他的钱是不够的，或者说他的工作能力是不足的，或者是他的经济状况是没有达到他所理想。这些不够不足都是因为他有设一个还蛮高的一个所谓的他所认为必须要去达到的目的，或者说达到的这个境界，他就是还没有到，他必须要有房有车他才要，或者是说他有房有车他要先存到100万这种之类，他才想要跟你在一起。就是说他对于他自己是有很高的严格，或者说很高的一个要求。所以呢，就算你们真的认识非常久，你也让他看到了你的真心，他也对你一直都有保持着联络，然后中间可能都没有跟别人在一起，这种状况之下就很明显，就是他觉得他还是没有那个资格可以去跟你在一起，或者说他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去谈一段关系。这个没有资格在一起的意思是他没有达到他所要的，他是一个高度要求他自己，是有高标准对自己的，所以就不会想要去，还没有达到就没有想要去经营你们的这种关系。那这是在一个比较认识久的。那如果说是在1到2年以内的，1到2年以内的不是1年以内的这没有包含1年以内，1到2年以内，它就意味着说其实他的这个人生他还在做打拼，然后再来就是他还在想要去多认识你的阶段。所以在面对说这段关系，如果说你能够1到2年以内的人，你们可以再继续待在他身边，其实他就会看到你们的好，那么他就会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你们，他愿意花更多时间在你们身上，并且你们是能够继续打动得到他。就像是前面提到的2-3年的这一种，或是2年以上的，那就是他就你们就会像这种的一样，那就是他会想要多花点心思在你们身上，或者是说他会愿意多靠近你们，或者是多愿意给你们这段关系一个机会，就是
会变成说是后面你要等待着他能够达到他所想要的那种生活，或者说他的物质，或者说工作上的能力，或者是他必须要拥有那些的资产，或者说关系上面认识的更久，他就会开始变得更加的信任着你们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反而是关系认识越久，然后会越容易可以确定你们这段关系他是在乎你们的。所以如果说是2年以上的话，你们是恋人，只是没有那种没有名分在，所以你们其实还可以再考虑看看说是不是要继续跟对方相处。如果说你是非常在乎一定要有名分的话，那么会建议你们可能还是要选择其他人，要不然不知道要等多久。如果是1到2年以内的话，你们是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因为对方还是要去花更多时间去确认说你的心意，你究竟是不是跟那些人一样，就是会抛弃他，会背叛他。如果说你不会，然后你愿意去接纳现在可能比较不足的他，那么你们就会很有机会成为恋人。所以是1到2年以内的人是属于朋友以上，恋人未满。那再来是半年到1年以内的人的话，那么你们就会是属于在暧昧的阶段，因为对方认为他还不够去了解你，他还是没办法去了解到你的底线，或者是说还不确定你到底是对感情的态度是什么，或者说你在对待他，你是不是能够习惯爱情稳定之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如果说你是没有办法，那么很就会去考虑说去结束掉你们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没办法又给予他带来更多的帮助，他也不要。所以在半年到1年之间的话，这个人的想法上面会稍微变得有点实际点，但是还是会有点肤浅，因为他还是会希望说你们可能可以为了他多做点什么，或者你们可以在他面前多暴露一点你们的弱点，或者说你们的缺点，或者说你们的优势，让他会可以知道说究竟你是不是一个值得付出的人，或者说你是不是值得相信的人。因为他会蛮希望一段感情里面两间是可以相互扶持，如果说没办法相互扶持的话，另外一个人是能够到补足另外一个人的不足。所以这个人他在半年到一年之间的你们这段关系可能反而会需要一点时间去验证。如果说是刚认识半年以内的话，那表示其实对方觉得你们之间是不够认识的，或者是说你们还需要再去花更多时间去验证你们的这段关系。他对你反而会有很多的想象，比如说他会想跟你比如说床上的朋友的关系，还是说只是工作上的关系，还是同事的关系，还是利益上的关系，还只是一般朋友的关系，还是点头之交，就是这些想法他反而就会去考虑的非常的多。所以在不同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如果说是刚认识的人半年以内的话，如果你们没有很喜欢对方，你们又不想跟对方就是拖太久，你很希望有一段赶快有结果的关系，那么反而会建议这个人你就是选择放弃吧，要不然你其实会等很久。就像刚前面提到的，要2年以上还不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名分，但确实对方会把你当成另外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们这是做个总结，就是如果说是0到6个月以内，就是朋友或是点头之交。那如果说是半年到1年以内的人，就是还在观察的阶段，但是比点头之交朋友再更高一点点的那种的身份，比较还蛮就是有点尊贵的。然后如果说是1到2年以内的话，你们就是暧昧。好，那如果说认识越久，就是高度暧昧。如果是2年以上，就是有名无分，不是就是说有分无名，就是确实是有恋人的感觉，但是不一定会给你名分的这样的关系。好，这句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的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